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就在我准备将手下千万资产转到女友名下时，他却说自己要订婚了。出租屋内，他将定情信物扔进厕所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听着不屑一笑：“徐衍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选你？没车没房，你这种人别耽误我过好日子。只有李阳才配得上我，他会给我买房买车买包包，而你呢，只是一个废物。”后来一次意外，我发现他出轨的人正是我妈的现任男友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人欠债几百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听着女友林雅的话，我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和他在一起7年，这7年我全心全意地待他，从未和他吵过一次架。为了不让他跟着我受苦，我费尽心思争夺父亲留给我的遗产。可如今遗产拿到了，他却变了。我看着他，眼眶有些发热。你要和我分手？林雅听到我的话，忽地笑出了声。怎么？不然你真以为我要和你结婚？真是异想天开。话落，他一把将我推开，朝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他接了一通电话，嘴里喊着宝宝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对我永远都是直呼大名。我以为他不喜欢那些暧昧的称呼，现在想来，只是我配不上罢了。深呼吸一口气，我给我爸生前的助理打去电话。世泰集团，我已经接手了，你回来帮我处理一些事。世泰集团是我爸一生的心血，也是江城最大的开发商。爸意外离世后，亲戚以我还小为由，替我接管了世泰集团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处理完世泰集团的事后，竟接到了林雅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她像是喝醉了，声音有些哽咽。徐衍，我想你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？听到这话，我死死攥紧拳头。相恋7年，说不爱了是不可能的。听到林雅的声音，我脑子里满是她的身影。见我没说话，她继续开口：“徐衍，我需要你。”我咬紧嘴唇，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话：“你在哪？我来接你。”然而，我刚打开包厢门，迎接我的就是一阵哄笑。林雅，你说的没错，这舔狗还真来了。林雅听着，神情里满是骄傲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更是充满了挑衅。来都来了，喝点。我愣在原地，蹙了蹙眉。你耍我？话音刚落，他立马接上：“就你这种脑子，不活该被耍吗？一个电话就来了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她闺蜜听到她的话，又是一阵讥笑。林雅，还得是你，什么男人都围着你转。要我说啊，你就不该和他分手。这种狗留着使唤挺好的。林雅拿起红酒杯，淡淡瞥了我一眼。我玩腻了，就想换换口味。这种狗，我就是不要了。他也会舔着脸来讨好的。说着，他起身走到我身旁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明天我的订婚宴一定要来哦。”话落，他径直朝门外走去，上了一辆豪车。透过窗户，我看见一只大手在他身上游走，而车内的男人正是我妈包养的小白脸。不等我缓过神来，车内传出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，就连车也开始抖动起来，一直到半个小时后才结束。看见这一幕，我心底依旧有些难受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还记得林雅亲口给我说的，要把第一次留在婚后。所以之后的几年，无论我再难受，我都不会碰她分毫。现在看来，我只是一个笑话。我看着车内两人的身影，忽地笑了。林雅找谁不好，竟然找到了我妈包养的人。我妈可是出了名的胡搅蛮缠，要是我妈知道林雅抢了她的男人，那才是有趣呢。第二天，我去了林雅的订婚宴，
只是还没踏进酒店门，就被她闺蜜拦了下来。哟，这不是徐衍吗？怎么还忘不掉我们林雅？我劝你还是快点死了这条心吧。林雅看不上你的。我没理会，准备继续往里走去，却被人故意绊倒。摔倒的一瞬间，周围立马就围满了一群人，都等着看我笑话。林雅闺蜜更是狂飙演技，对着一群人就说我不好。她就是一个小三男，明知道林雅有男友，还要去骚扰林雅，还不是因为林雅有钱。这不，林雅要订婚了，她直接跟到酒店来了。我看她就是想讹钱，这种人就应该赶出去。旁人听了，对我指手画脚，有的人更是直接上手了。我立马起身，刚想反驳，林雅爸妈却来了。她爸妈看着我，没一个好眼色。你来这干嘛？晦气，快滚出去，别打扰了我女儿的好事。林雅爸爸侧过头，满脸的怒气。看见这一幕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我和林雅在一起7年，有5年的时间，我都每个月给他爸妈打钱，只因他说他爸妈养他长大不容易。这5年，他爸妈也不止一次说林雅遇见我真是好福气，说他们一定会把我当作亲儿子对待。可现在林雅出轨了，他们就像换了个人般，真是可笑。我看着林雅爸妈，咬牙切齿道：你们女儿做了什么？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丢下这话，我径直朝大厅走去，身后传来一阵谩骂。只是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大厅内，林雅看见我后，挽着李阳的手就走到了我面前。虽说李阳是我妈包养的小白脸，但我们却从未见过。我认识他，也是因为我妈打视频时无意间看见的。李阳看着我，立马做出一副高傲的姿态：小雅，这就是你前男友，真穷酸啊。林雅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将手抱在胸前，满脸不屑：徐衍，今天有位服务员请假了，你来了正好，去端盘子吧。当好了，我给你1万块。不等我开口，李阳率先说道：小雅，他当服务员碰过的那些菜还能吃吗？林雅听着，假意思索了片刻：你提醒我了。说着，他指了指我：那你去当清洁工吧，打扫干净了，给你2万。李阳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心动了。2万，抵了半年工资了吧？这样，你打扫干净了，我介绍你去世泰集团当清洁工，至少说出去有面。话落，她正准备离开，林雅的闺蜜们却涌了上来，个个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挑衅。还是李阳哥有本事，居然能进世泰集团，居然里面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是啊，徐衍这种人当清洁工都是便宜他了。李阳听到这番话，嘴角更是止不住的上扬。再怎么说，我在世泰集团也是一个项目组长，这点忙还是能帮的。话音刚落，旁人更是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，包括林雅的父母，他们站在李阳两旁，宛如2个仆人。李阳，我女儿以后可就交给你了，她跟着你一定会幸福的。如今听到这话，我只想笑。5年前，他们也同样给我说过这话。我看着林雅父母，他那么有本事，怎么订婚连点彩礼也不肯给？怕不是装有钱？此话一出，李阳瞬间就变了脸色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现在可是世泰集团项目组长，年薪几10万，以为我像你1年赚的钱还不到我零头？林雅听了也跟着附和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和李阳已经领证了，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。徐衍，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该去扫地了。说完，他轻蔑一笑，离开了。众人也跟着散去。我看着2人的背影，迅速拿出手机拍了下来，
只是一张背影，或许对我妈的冲击力还不够大，还需再等等。距离订婚仪式开始还有1个小时，趁这个时间，我给张助理打去电话，问了关于李阳的事。原来是我妈硬把他塞进去的，他们不同意，我妈就一直来闹事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先给他一个职位。听到张助理的话，我心里一阵嗤笑。电话挂断前，我特意提醒张助理，李阳订婚宴，带上同事一起来祝福祝福。挂断电话，回去的路上撞见了林雅闺蜜，看见我，她又是一顿讥讽：哟，清洁工怎么还不去扫地？我瞥了她一眼，没理会。订婚宴开始，两人在台上相互交换戒指，说着誓言。我站在台下，将全过程都录了下来，发给了我妈。可惜李阳看见我拍视频了，订婚流程刚结束，他就着急将我手机夺去，看来是做贼心虚。我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提高音量，抢我手机做什么？是怕被别人看见你订婚了？李阳眼神是心虚的，可嘴依旧硬。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只是被你拍，太晦气了。赶来的林雅更是扬起手就准备打我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。林雅，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，去当小三？此话一出，众人面色难堪，反应最大的依旧是李阳，毕竟被人抓住了把柄。他听到这话，做事就要打我。就在这时，张助理来了。我没接管公司时，一直是张助理管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。李阳应该认识他，看见张助理，他瞬间没了方才的气势，弯着腰，双手恭恭敬敬地放在身前，走在张助理面前。张助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助理浅笑道：老板说你订婚，让我们来沾沾喜气。听到老板2字，李阳愣了一瞬。老板，世泰集团的老板。张助理听后立马回答：李阳听到这个回答，瞬间扬眉吐气了许多。老板这么重视我。话落，他又朝向我：徐衍，你现在给我道歉，我兴许还可以给你求求情，让老板招你去当清洁工。然而下一秒，张助理开口了，他一把拉开李阳：徐衍就是世泰集团的老板。李阳一听这话，好几次欲言又止，手也停在半空中，许久才吞吞吐吐道：他是世泰集团老板。林雅和李阳的反应一样，不过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世泰集团老板？我和他在一起7年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他就是一穷鬼。有了林雅的话，李阳有些迟疑，思索了片刻，他似乎是相信了林雅的话。徐衍，你想当老板也不用花钱买演员吧？没实力就别硬撑了。话落，周围响起一阵哄笑，我看着李阳，也跟着笑了。见我笑了，他愣了一瞬：你笑什么？你个穷鬼！我没回应，只是走到张助理面前：今天给李阳办理离职手续吧。张助理听着点了点头，随后便给人事打去电话。本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李阳看见这情况，更是吓得脸都白了，就连说话都带着颤音：张经理，他真是老板？是不是哪个地方弄错了啊？他就一穷鬼，怎么会是世泰集团老板呢？张助理听到这话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你已经被辞退了，这些已经和你没关系了，明天就去公司把你的东西带走。听到辞退2字，李阳更是魂都吓破了：张经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别辞退我。张助理往后一退：辞退你是徐总的意思，和我没关系。李阳几乎是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跪在我面前：徐总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今后一定好好干。林雅见此情形，
脸上满是疑惑。毕竟在他眼中，李阳是个富二代，花不完的钱，出来工作也只是体验生活罢了。但他不知，李阳的钱都是我妈给的，只不过我妈给的还不够，所以才导致他欠下几百万。这份工作也只是为了还债罢了。然而现在工作没了，他自然也不会有一个好下场。林雅看着李阳，紧锁眉头。李阳，你那么有钱，辞退了又怎样？你自己也能开个公司，说不定到时候你的公司不比世态差。此话一出，旁人也跟着附和。只是李阳脸色难看到了极致。别说话，闭嘴！说着，他死死瞪了林雅一眼，随后又向我投来乞求的目光。徐总，我错了，您怎么罚我都行，求您别开除我。我假装没听见，转身看着林雅。林雅，你难道不知道李阳欠款几百万？不知道他靠别人包养？不知道他除了你还有别的女人？我每说一句，林雅的表情就更震惊一分。看见他这副反应，我心底倒是畅快了不少。他颤抖着身子，慢慢转向李阳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李阳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即使事情已经暴露，可李阳依旧不肯承认，跪在地上疯狂地摇头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小雅，他这是在造谣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你别相信他的鬼话，我怎么可能还有别的女人呢？从始至终，我都只有你一个，我更没有欠款，不然我拿来的钱给你买首饰包包呢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小雅，你说的对，我那么有钱，工作没了就没了，我根本就不稀罕，我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。听到李阳的话，我猛地一阵大笑。方才是谁说没实力就别硬撑了，真是可笑。然而更可笑的是，林雅居然相信了他的鬼话。她搂着李阳，依偎在他怀里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我爱了7年的女人竟是这副模样，真是丢人。不等我开口，我妈来了。李阳看见我妈的那一刻，瞬间吓得腿软。施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妈没回应，只是一路死盯着他，带走到李阳面前，没丝毫的犹豫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下一秒，他的脸颊瞬间红肿。林雅见了这一幕，吓得双手捂住嘴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李阳，这是谁？你不是说你没出轨吗？你骗我！可回应他的不是李阳，而是我妈的耳光。你就是那个小三吧？敢勾引我男朋友，真不要脸！话落，他又抬手给了林雅一耳光。林雅捂着脸，浑身颤抖地望向李阳，问他为什么。李阳甚至都不敢正眼看林雅，毕竟谎言被戳穿了，现在无论他说什么，也没人会相信了。看见李阳的反应，林雅抬手又是给了他几个巴掌。李阳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凭什么？所以刚才徐衍说的都是真的。李阳吓得不敢说话，只是稍稍点了点头。一旁的亲戚看见这么大的瓜，都纷纷拿出手机来拍视频，有的更是直接开启了直播。林雅说着就要走，李阳更是连忙起身将林雅拉住。小雅，别走，别走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，我需要你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他说着，眼神里满是祈求。而我妈见此情形，怒气直升，一把薅住李阳的头发。好啊，你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小狐狸精？你别忘了你的钱是谁给的，你的车是谁买的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算了，你这种人，我随随便便还能再找一个。李阳，我们分手。见我妈要走，李阳又跪爬到我妈脚边，卑微祈求。施华，你别走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别和我分手。这个李阳真是可笑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
还想两个都要，只是我妈性子直，说出去的事绝不会再反悔。面对李阳的道歉，她无动于衷，只是嫌弃地拍了拍裤脚，说了句滚，最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林雅见我妈都走了，她也甩手离开了，留着李阳独自跪在地上，生无可恋。看见这个结果，我心底倒是很满意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看看时间，也到中午了，该吃饭了。可当我刚走出大厅，林雅挡在我面前，她站在我面前，此时的她完全没了刚才那副气势，取而代之的是唯唯诺诺。我步子没停，只是淡淡瞥了她一眼，在快要上车时，她将我拉住。我回头看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嫌弃。有事？林雅咽了口唾沫，手紧紧拉着我衣角，许久才缓缓开口：徐衍，我们和好吧，我知道错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忽地笑了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一把将她手甩开，坐上了副驾驶。林雅看着我的反应，眼里满是惊恐。她在车外撕心裂肺地说着什么，只是我一个字都没听见。这一切也总该结束了，没了林雅，日子倒是清闲了许多，不用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，成天担心自己哪没做好惹她生气，也不用整天自责不断内耗。李阳也已经被辞退了，至于去了呢，我没了解过，只是偶尔听到张助理说，李阳又被要债的人打了，房子和车子都被我妈收了回去，自己又没能力，工作也找不到，每天都在躲债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而林雅跟着李阳这么久，更是什么都没捞着。之前他那么光鲜亮丽，都是因为我养着他，现在我们分手了，他身上更是毫无分文。他或许有想过继续找男朋友，可他和李阳订婚的视频早就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他干的那些事也全都被网友扒了出来。如今他只是出门买个菜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，更不用说谈男友了，就连他爸妈也跟着受牵连。邻里邻居一看见就对着他们说三道四，嘴里没一句好话。看着林雅如今的状况，我心底也是畅快了不少。因为李阳被辞退，公司新招了一人，只是我没想到是个熟人。我大学时的班长沈之意，长得很漂亮，大学时追她的人很多，平时上课都有隔壁班的男生跑来教室要她联系方式，只是她从不给，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更没想到她喜欢的人会是我。大学毕业那天，她说有事找我，我以为是班里的事，便没多想。可当我过去，等待我的却是一封情书。那是一个晚上，吹着凉风，她就将情书递到我面前，说话的声音有些小：徐衍，我喜欢你。那一瞬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承认，我也觉得班长很好看，只是我从未对他有过分毫的喜欢。虽然直接拒绝很无情，但比起不给一个明确的答案，那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情书我没接，我后退了一步，有些尴尬地开口：抱歉啊，我现在还没有恋爱的打算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，所以今天看见他，属实有些意外。看见他的第一眼，我愣了一瞬，倒是他先给我打起了招呼：徐衍。回过神来，我连忙点头：沈之意。好巧，他踩着高跟走到我面前，扬了扬嘴角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结婚了吗？我喝了口水，回应道：没。到饭点了，一起吃饭吗？好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我请你。沈之意笑着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然而刚到楼下，我们正聊得欢，却遇见了林雅。几天不见，她已经邋遢了许多，浑身都透着憔悴。看见我，她更是发疯般的朝我冲来：徐衍，这是谁？说着
他就伸手朝沈之意抓去，只是还没等他碰到沈之意，就被我抓住了手臂。你干什么？我猛地将他甩到一旁，他踉跄了几步，好似下一秒就要倒在地上。徐衍，我们才刚分手，你就找别的女人？你不是说了要爱我一辈子吗？我不允许，你只能爱我，你不能和别人在一起。听到他这番话，我冷哼一声，不准备理会，拉着沈之意就准备离开。可刚踏出第一步，林雅冲过来，死死拽住我腿，你不准走，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必须得对我负责。听到这话，我瞳孔猛地一缩。孩子？林雅立马从包里掏出一份孕检单，报告单上显示孩子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只是我从未碰过她，这孩子是谁的，可想而知。我低头瞥了沈之意一眼，冷声道：滚！再不走，我只好报警。听到报警2字，林雅忽地捂着自己的头，满脸痛苦的模样，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不要报警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瞬间起身，快速朝沈之意冲去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沈之意腹部不断往外渗出鲜血。林雅手上有刀，他这是疯了！我快速冲向前去，一脚将林雅踢开，他倒在地上，一个人对着地面傻笑。我瞪了他一眼，随后拨通了救护车。沈之意紧紧捂着腹部，整个人都瘫软在我身上，我立马抱起他往公司门口跑去。他躺在我怀里，脸色煞白，额头上还不断冒着汗珠。沈之意，沈之意！我不断叫着他名字，想要他保持着清醒。他靠在我肩头，在我耳边轻轻开口：徐衍，我还喜欢你。我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我们先去医院。救护车内，沈之意死死握着我的手，一直到他推进手术室才松开。沈之意这边刚进手术室，警局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叫我过去了解一下事情经过。刚到警局，就看见林雅戴着银色手铐，嘴还不断哆嗦。看见我，她笑着走到我身旁：徐衍，那个女人死了吧？她死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和我在一起了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爱你。我站在原地，死死攥紧拳头。如果这里不是警局，我绝不会忍1分毫。我没理会，径直走进室内。刚给警察说完事情经过后，林雅的父母来了，两人刚见到我，就跪在我面前，哭丧着脸：徐衍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求求你原谅林雅好吗？我们刚刚去医院问了医生，那女孩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不知道，自从那天过后，林雅就疯了，整日都疯疯癫癫的，每天都念叨着你的名字。看在你们在一起那么久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原谅她？别追究责任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还那么年轻，求你了。果然，一家人都是一个习性，变脸比谁多快。前段时间还在一起侮辱我，如今犯了难，又开始来求我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甩开两人的手，咬牙切齿道：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沈之意。丢下这话，我就离开了。医院内，沈之意因为失血太多，还处于昏迷状态。接下来的这几天，我都没再去公司，一直留在医院照顾沈之意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发现我和他有那么多的共体话题，和他聊起天，心底总是很踏实。好在术后沈之意恢复得很好，半个月就出院了。只是当我把他送回家，才发现他是和别人合租，而和他合租的是个中年男人。沈之意半个月没回家，屋内已经是一片狼藉。我拉着沈之意：你在这住多久了？沈之意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：快有1年了，我那里还有一个空房间，要不你搬过去？话音刚落，沈之意眼眶红了许多：徐衍，
谢谢你。沈之意搬来后，倒是给我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慢慢的，我也习惯了他融入我的生活。我生日那天，沈之意再一次给我表白了，只是这一次我没拒绝他，还是将他紧紧拥入怀中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沈之意。”他没说话，但我感觉到了肩头一片湿润，他哭了。第二天去公司，碰见了林雅的父母，他们是来道歉的，因为我们要求的赔偿他们拿不出。至于林雅，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沈之意听到这番话，有些动容，正想开口，却被我抢了先。赔偿金1分也别想少，拿不出就找警察。他们还想求情，但我已经叫来保安，将两人赶了出去。沈之意看着我，笑了笑，我搂着他，满脸的幸福。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到了公司，员工看着我搂着沈之意，瞬间开始起哄：“徐总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”我思索了片刻，这种大事当然要问之意啊。沈之意害羞地捂着嘴。下个月20号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徐演的婚礼。婚礼如期举行，婚后1个月，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如今的这一切，我都很满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